适合一边吃喝喝一边看一边讨论的这种动画呢？第一个不可以要求太多集中力，第二个很多人会挂掉。发便当的时候，那个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的程度，就是会激起大家说：“哎，你看，我就知道他会死掉。”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边看边笑那种。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新年快乐。那今年的连假，大家想好怎么过了吗？那我想宅在家里的时候，动画绝对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精选了从除夕到这个初五可能会遇到的5种情境，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下适合的动画。你在找寻一款能够让你沉浸在游戏世界的 MMORPG 吗？今天要介绍的一款硬派 MMORPG 新作《ROM 王权之翼》。这款游戏描绘了在卡尔德拉斯大陆上面展开的庞大故事。它不仅能够跨平台游玩，还针对低配置硬体进行最佳化，不用担心效能限制影响体验。此外，游戏透过包裹1对1个人交易、伺服器交易所以及世界交易所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经济系统。游戏也支援即时聊天翻译系统，可以与全球玩家进行大规模的伺服器攻城战，充分的展现硬派游戏的乐趣。ROM 王权之翼即将正式上线，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在游戏开始前预先创建你的角色，开始你的王权之战吧。那么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井川一，各位，我是井川一。那首先我们就来聊聊第一个情境，好，我们准备了5个情境。第一个情境呢，就是这个除夕到初二呢，应该都很容易会遇到这种大型亲戚聚会的场合。那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然后下有小，想要跟大家同乐，应该要看什么呢？如果我今天在沙发上拿到那个遥控器的话，那我通常还是会选家里的长辈兄弟姐妹看了或多或少能产生一些反应的作品。就是我也不希望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看，然后这边开心，大家都没有办法参与这样。我自己觉得好像也会，就是想要好懂好笑，这样讲好像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很像是一些 B 级片，大家传统认为的 B 级片，就是大家看到之后，重点是大家一起对那个剧情有点吐槽，有点互动，好进入。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推荐什么吧。所以间谍++9，你还有派对咖孔明。对，但是我选这2部的那个理由是一样的。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大家看了都可以有一些共鸣的动画嘛。那间谍++9，它就是很简单，剧情合家观赏，然后又很欢乐、很温馨，而且它一集一集间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联系，看了会很开心。派对咖孔明的话，因为它有很明显一个人物嘛，就是诸葛孔明在那边那这个东西的话，你长辈看了应该也是会哇，诸葛亮在这个现代场景怎么那么奇怪这样。而且就是这2部动画，它有一个共同点是它有中文配音。最近还有那个台语配音，我被头刀火力家卖烤啊！如果你有台语配音，然后你可以在有长辈的场合切给他们看，一定超级欢乐。所以我就选这2部。那个时候我也有想到，就是台语配音，就是最近有那个安妮亚非常好笑。另外我也是想到这种小品，因为我觉得大家团聚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不会很专心看，对所以它要有一点点像是一般的肥皂剧，就是你稍微错过了一下回来，你还是知道，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让大家知道说，你看这个就是有点像孔明来到了现在这种穿越剧的感觉。再来呢，就是因为没有什么难过或者是容易起争议的点，每个人就可以爽爽的把它看完。如果是长辈场合的话，还是这种暖烘烘、开开心心的动画比较好啦。那再来第2种情境，就是有些人他们家里不会一起看电视，而是大人们可能会一直聊天，甚至是聊一些我们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题。那在这种时候，有没有什么适合让人在角落当隐形人用手机看的动画？就是吃完饭1号战略就撤退到房间里面，客厅他可能长辈间会越聊越大声，这种时候你就是要躲进房间里面，拿出你的手机，戴上耳机看动画。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要有一点点可以偷偷的有点疗愈感的小东西。我的话也是差不多的逻辑，但是这个的话我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是自己看的话，那我就觉得看那种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完美的动画。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选择的作品吧。跃动青春迷宫饭，有想说到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可以开始追一点点了，就已经有累积一些了。迷宫饭我认为是一个一开始有点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品，但其实它有一个主线在后面去支撑它，就是细细的有在流。我认为这个那种脑洞大开的感觉是非常好玩的，甚至可能看一看之后觉得要来追个漫画也不错。这部作品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它会把地下城里面那些魔物、那些怪物，把它通通当成你可能今天去菜市场会逛到那些食材来做解释。咕咕怪好了，矮人厨师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你不要吃这个部位，因为它真的就是不好吃。对，或者是史莱姆跟你讲这个东西怎么杀比较好，因为它外面的构造是这样，里面是这样，然后你看了就觉得说有点道理好想试试看哦。这个是一个脑洞大开，然后非常可爱的一个动画。这部是在讲
讲什么？这部我觉得它真的就是偏比较冷门啦，但它是去年最喜欢第1名的动画。要讲说这部在演什么，很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女高中生，她来东京的学校，面临各种大都会的困难，但是她却还是不气馁，每天努力生活，超级正向、超级正能量的那个青春故事哦。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说它会用一种很温暖，但是却又很写实的去点出那些你可能在现实社会中会遇上的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像谁嫉妒谁啊。我觉得最酷的地方就是说，它总是有办法在触及这么多真实血淋淋的地方的同时呢，最后又给你一个非常暖心、正向，大家看了也都可以和解啦，就是一个结论这样。所以它的正能量不是那一种很鸡汤式的，而是会感受到真的能够理解的那一种。应该讲说它非常的不鸡汤，就是它非常的有参考价值啊。所以如果在学生时期有困扰的人，说不定可以看一下，可能也会有一些共鸣吧。就每个人应该都有经历过，不管是被霸凌啊，对别人有成见，或者自己被别人有成见的这些过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初3啊、初4。那相信呢，应该有一些人会想跟朋友玩玩。这个时候呢，有没有适合一边吃喝喝一边看一边讨论的这种动画呢？我觉得跟朋友还有跟长辈大家一起看的情境真的是差很多。如果是我的话，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他会要求一个很特定的那个条件，就是我觉得他不可以太严肃、太悬疑，或者是到重点要花太多时间，我觉得通通都不行。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不可以要求太多集中力，第二个很多人会挂掉。为什么要很多人会挂掉？有人在荧幕上挂掉，还是一个比较冲击可讨论的状态，就是会激起大家说：“哎呀，你看，我就知道他会死掉，哦，可恶，为什么他死了？我明明想说他不会死的。”就是这种带有某种生死竞赛的那种感觉的作品，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家边看边笑那种。我觉得边看边笑很重要，所以我就想了一个一起吐槽的，一定要能够一起好好的说，等一下这在干嘛啊？太傻小了吧？但是他又不能够无厘头到有人电波吃不进，那我就觉得啊，这样会把别人晾在那边，所以我找了一个一般人的笑点都会觉得可以的，主角有点中二的这样子。我们来看看，我们都选了什么？1、2、3。我独自升级，这是一个韩漫改编的动画作品。对，今年就是2024年1月的新番哦。它实际在演什么？主要还是在虚拟世界打怪啦。但是前半段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 BOSS 战开场，会有很多人一起进入那个 BOSS 房间，然后你要看主角跟其他一行人他们要怎么逃生。然后因为它第1集跟第2集前后刚好是那场战斗发生的时间段啦，你可以看到作为一部异世界，它真的非常有韩漫的精髓。发便当的时候，那个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的程度真的是看得非常的舒压。大家看了就说：“哎，我就知道这个人多说一句话才会领便当这种的。”有一点点像是鱿鱼游戏，但是他把它变成动漫版，在前面开场的时候很强烈，然后很有张力这样子。那我选择的是，我想成为影之强者。哦，真不愧是暗影大人。这个就是一个很中二的剧，它结合了有点后宫，但它的后宫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恋爱啊，它其实比较把它变拿来搞笑。因为主角他在这个里面，他来异世界，他就只有一个目的嘛，就是装逼。这主角呢，他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觉得说，哇，那种隐藏着自己的实力，然后突然在关键的时刻呢，可以拯救大家或改变一个情境，这种很中二的幻想，非常非常的帅。所以他原本的现实当中呢，就是一个蹲在角落，肌肉练超壮，然后他的梦想呢是想要对抗核弹。有一天呢，他就不小心转身到了异世界，在那边他就开始了他自己就沉溺在我总算可以成为影之强者了，我可以练习魔力了，然后就有了一连串荒谬到爆的幻想，然后这个幻想还都是真的。我觉得最好笑的点就是说，就是他周遭的人事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被他歪打正着的蒙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这样子也可以演下去吗？不行吧。但他也有就是他帅的地方，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心灵面的东西突然浮出来。这个我希望留给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对。我听完这2部都觉得是自己看的话，心里面会有很多 OS。可是我跟朋友一起看就可以一起吐槽。没错，他就是彻底做自己，但却能够在那个世界活得很好，就对了。对，就跟着大家一起做梦，看一下梦长怎么样吧。那再来第4个情境呢，就是除了跟朋友聚会之外，我想年假应该也会有大把的时间呢，可以自己躺在家里面。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好看，然后又可以杀时间的动画呢？我的话，最主要还是那种，就是你可以长时间享受啦，所以至少1季要可能半年番吧，24集看了才会过瘾。这样，我自己是想说，如果很长的时间，他就可以追一些剧情节奏比较慢的。如果有些剧情节奏比较慢，但它明明就是很深刻、很好看，可是你在平时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要寻求一些很高的那种情绪张力，你没有看的，我就觉得啊，这个时候好好的看一下。
下，很不错。那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2、3。他来自繁星，怎么多？我选了3个。就是这边这个的话，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名字，那它的旧名叫做《福星小子》，没错，80年代最经典的怀旧漫画之一。然后作者是高桥留美子老师，就是如众人所知，他是那个乱麻嘛，然后犬夜叉嘛，很有名的那个作品的作者。女主角非常的红。你今天就算没有看过《福星小子》，你起码也知道拉姆是谁嘛？就是一个绿色头发，然后长2只鬼脚的那个少女啊，她就是一个文化标志。然后我选这一部是因为她在2022年出了新的重制版的动画，然后我觉得很适合，就是一口气看到底，很过瘾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属于那种这种非常古早味的，单纯一群人在一个小镇里面生活啊，然后他每天就是有碰上各种不同的怪事，然后大家打打闹闹，很热闹的过一段非日常的日常嘛，就是差不多这样的感觉。而且他是福星小子，他基本上你可以说他就是启发了后续所有这一类作品的一个鼻祖级的人物之一啦。如果今天没有福星小子，那他就不会有出包王女了，不会有 K-Lolo 了，全部都不会存在。旧东西可能要你今天回去看还是有点难啃，毕竟是接近快30、40年前的动画。只是这个重制版，它是由JoJo的大卫社完全重新制作，然后这家公司它最会的就是什么？就是把老的东西做的又酷又潮。就是 JoJo 没有人在它出动画之前觉得说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主流动漫画，但是他就是把它做出来的。然后这个福星小子的话，就是他的美术风格我真的是超级喜欢，就是他用的是一个复古结合现代，融合了很多可能 IG 上会看到那种比较 pop 的美术啊，或者是霓虹啊，然后不然就是点阵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因为反正那个风格你可以很快的就感觉到。那再来呢，我是推了3部，因为我就想说大家中间可能还是想要换换口味。对。那第一个呢，《天国大魔镜》，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漫画，我觉得它的漫画实在太好看了。它改成动画之后，也是会觉得哇，这动画的水准非常非常的高，很细致，感受到了这个动画组对于这部作品的用心。它是在讲一个末日的故事，它有2个主角或者2个段落，它会把它分开的做一些插叙，就有2条线这样。对，2条线正在这叙事，最后你会发现这2条线呢开始有交互相关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就是当你开始能够注意到这2条线之间有哪里有交集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开始会欲罢不能，哇，接下来到底怎么样？对，然后你会想要往前翻、往后翻，就说，他前面是不是在讲什么？然后就开始不断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很适合你来杀时间。再来就是蓝颜武士，这个也是在 Netflix 上面，我觉得很好找到。它是在讲日本的这个锁国时代，那个时候你知道大家都对外人啊、混血儿是有非常多的歧视的。蓝颜武士它就是一个有点特别的存在。看了1集，你就会想要看第2集。再来，刚刚讲到冥王，冥王呢，这是改编自原子小金刚世界最大机器人片，它里面就在讨论机器人跟人类之间的一些关系。当机器人越来越趋近于人类，那到底什么是完美的机器人？然后你会在完美的机器人身上看到了一些反战啊，或者看到一些他们渺小的愿望。这个是在我人生当中前3名的作品，所以非常期待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再来呢，时间就到了这个初五，也就是2月14号情人节。那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很浪漫然后适合色色的一些动画？我觉得这边这个真的挑那种真的很浪漫、真的很色色的动画出来看就好了。然后我自己呢，就是感受到那种青春恋爱的悸动感，就是有种赶快跟我交往这种感觉。我们来看1、2、3，我选了一个旧的，因为我觉得这还是我目前看过觉得这个会让人最心痒痒的作品。我内心的糟糕念头，它基本上就是在演说，就是在一个国中里面，然后有一个很边缘，然后很中二的小男生，他与就是学校最正的一个叫山田的人邂逅，然后他们2个人距离慢慢靠近的一个故事。这年头比较流行的恋爱番应该都有一些概念啊，就是他已经不流行多角恋、贵圈争乱，就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他喜欢他那种的，而是转换成这种比较简单的那种1对1啊、2小无猜啊那种高木同学，然后这个是同一个监督。糟糕念头，我觉得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更加的多了一些写实的 context， 或者是比较真实的一些人物的互动，就像是你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男女主之间，一个真的就属于那种学员最顶层校花美少女，另外就真的就是那种边缘仔仔。所以说，当你真的去看到这2个 CP， 它真的慢慢一点的靠近的时候，你就会瞬间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满足感，说哦，真的要来的吗？而且就是他们2个是真的会有进度的，不会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一直打转。我觉得进度感很重要。过去看很多的那种恋爱番，它就是刻意在给你拖台前，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差。有的时候你去看一些王道作品好了，里面也会有恋爱的桥段，然后他们的那个恋爱又会非常的让人恼怒，就
这样去谈恋爱。我觉得像是我今天推荐的恋上换装娃娃，就是有我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个都已经走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可能会没有想到？可是还是会觉得看得还蛮爽的。应该讲说，这恋上换装娃娃，乍看之下，就是你看网络上那些飞来飞去的比基尼啊，很肉的画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就是臭男生看的。可是你实际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不对，这个是少女漫画。然后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稍微把过去我们传统的男性跟女性的角色互换了一下，所以在里面女主角超级强攻，就是让很多传统的套路有了一些新的味道。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一部，我自己还是觉得它算是目前非常强的一个女主角的刻画，很值得大家去看一下。那最后呢，要来到一个私心推荐环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动画是不管是什么情节，反正今年就是应该要来看一下这一部。我们一起来看看，2、3。美好世界，俗称《KONOSUBA》，我觉得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异世界版。就你要是喜欢异世界，你不可能没有听过美好世界。在《KONOSUBA》之前，异世界并不是一个会被人吐槽的存在，它应该算是就是那种第一部真的大红的反套路异世界故事啊。但是我觉得《KONOSUBA》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喜欢的这一类型的异世界，是因为在于说主要团队就是男主角跟另外3个女生，他们3个的搞笑实力真的是太顶了。我觉得至今都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的队伍啦，有办法超越这3个人浑然天成的化学效应。他把角色玩得很极致，他们基本上全部的时间都是在互扯后人。他们这4个大北齐，但是你看这4个大北齐很快乐，后面真的成就一些有点厉害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莫名的有点感动，有没有？可是这个作品它真的比较吃电波，如果你不喜欢那种日式吐槽装傻的那个节奏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卡卡。但我还是很建议大家给他3集机会去往下看。那为什么是今年？那是因为说它的第1季跟第2季在2016跟17年推出，如今2024年过了7年，第3季4月就要播了。然后去年也有播那个慧慧的外传，所以说你现在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接第3季一定非常的爽。大家肚子要稍微的休息一下，因为如果你喜欢，你一直看下去，肚子真的会痛。那再来我的话呢，就一样是推了刚刚我2个很喜欢的，第一个就是《天国大魔镜》，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好好慢下来看的作品。然后如果你今天你是动画的爱好者，你可以透过动画方式去接触它。但如果你开始想要看漫画的话，我真的更推荐它的漫画。你会在里面看到很多对于漫画工艺或漫画这个载体的玩弄跟追求，我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近年来少数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作品。那冥王它就是真的探讨了很多人的问题，演算法、人工智慧之类的这些事，所以你需要稍微准备一下心情啦，因为它有点复杂跟沉重，但是好好的去看一下会很棒。那今天这集过年的特别计划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谢谢金传一，谢谢志祺的邀请，也欢迎呢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去年最喜欢的作品。那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一起来认识好看的动画。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后天再见喽，拜拜。